宋丹丹1960年出生于距离西便门国务院大院不远的一座军区大院中。王朔在看上去很美的序言里面这样描述：北京复兴路那沿线狭长一带，方圆10数公里，被我视为自己的生身故乡，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歌剧地区。宋丹丹原名宋长英，父亲在延安时期就是文艺战线的领导，解放后担任北京文联书记。宋丹丹在家排行老4，她还有一个哥哥和2个姐姐。哥哥叫宋北山，毕业后就成为了中央办公厅的公务员，是乔石的秘书，后来当了山西省的副省长，直至全国政协副秘书长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。宋丹丹是家里的小公主，衣食无忧，而且受到了所有人的宠爱。宋丹丹并不热爱学习，从小就接触了很多文艺的东西。在2次考大学都没有被录取之后，宋丹丹去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参加表演训练班，在这里她才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存在的真谛，表演是她的一生所爱。18岁的时候，宋丹丹正在读高3，而袁刚是个退伍军人。因为高考恢复，袁刚重返校园，想要考大学，就此分配到了宋丹丹班上。有一次，宋丹丹上厕所时不小心滑倒，幸亏袁刚扶住了她，2人就此确认了恋爱关系。那真是一段青春飞扬的岁月，他们在蓬勃的岁月里热烈的相爱，互相陪伴，也互相鼓励。后来，袁刚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，而宋丹丹却没有考上大学，但是兜兜转转考上了北京人艺。但袁刚毕业后却一心想要出国深造。多年后，宋丹丹在自传里写道：他从没把我们的命运看成是在一起的，他从未想过和我一起走人生的道路。2011年，袁刚病逝。宋丹丹发微博悼念，回忆说当年天天盼着袁刚骨折残废，这样就可以守着他。或许是为了治疗心伤，当袁刚出国后，宋丹丹很快的又谈起了另一段恋爱，并且在相识仅仅3个月后，2人快速闪婚。那一年宋丹丹才24岁，仅仅1年，他们的婚姻就破裂了，2人和平结束。直到1987年，撬开他心门的第3个男人出现了，他就是英达。那时的英达刚离了婚，从美国回来，成为北京人艺新戏的实习导演。而那时的宋丹丹正好在戏里打酱油，2个人男才女貌，又都是世家出身，志趣相投，一来二去的，他们就产生了感情。虽然彼此都已经离过婚，但2人谈起恋爱来还是如初恋时羞涩。英达会偷偷给宋丹丹写纸条表白，也会带着她出去饭店吃饭。那时的2人望向对方的眼神都是满满的爱意。就这样交往2年后，他们结婚了。1992年，英达开始筹拍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。为了这部剧，英达到处拉投资改剧本，整个人都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圈。宋丹丹自然也选择支持丈夫，她在剧里演了大儿媳和平，还找来了他们的好友梁左的弟弟梁天眼2儿子。为了节省人员，梁左还拉来了妹妹梁欢进组学习编剧。我爱我家让英达一炮而红，成为了著名的喜剧导演。而英达和梁欢的绯闻也已是满天飞。多年以后，宋丹丹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，离婚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是因为我有了10年里边仅有的一次出轨，我感到孤独了，太需要爱了。而就在他们离婚那天，英达的手机遗落在了宋丹丹车上。当办完手续后，宋丹丹看着英达手机上闪烁的梁欢的信息：你现在在哪里？事儿办完了没有？什么时间回来？10年婚姻，他们都成了背叛者，生活仿佛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。2007年，宋丹丹出版了自传《幸福深处》，说出自己和英达的过往。对此，英达表示十分不谅解，说宋丹丹有裸露癖。英达是京城文艺圈世家子弟中最好的代表。
英达接受采访时曾自负地说，智力方面超过我的，至今一个没遇到。英达敢这么说，是因为英家3代都是精英。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创办了《大公报》和辅仁大学，后来当了北平的教育部部长。祖父英千里是全国高校里最有名的英文教师，月入超过1000大洋。父亲英若诚是著名的翻译家、演员，官至文化部副部长。母亲吴世良曾是曹禺的秘书。姜文和英达是发小，一起在北京72中读完高中。原本姜文想和英达一起考北大，可惜分数不够落榜在家，随后被英达鼓动考了中戏。英达很仗义，不仅请父亲英若诚和其他演艺圈前辈给姜文辅导，还在考试那天蹬着自行车送姜文进考场。姜文对英达很尊敬，不仅是因为他帮自己考上大学，更重要是英老爷子已经是文化部的主要领导，也是自己未来的领导。姜文在朋友中颇有威望，身边经常聚着一帮山呼海啸而来的朋友，其中有住在复兴路29号院军区大院的王朔，以及住在附近人民日报大院的梁左，还有弟弟姜武和干瘦的梁天。后来王朔的小说《动物凶猛》几乎就是他们当年那帮半大小子的白描生活。英达和梁欢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英如迪。英如迪从小就表现出体育天赋，非常喜欢冰球运动。英达直接花费20万买好器材装备，请专业的教练，并送他去美国学习。学成归来，顺利进入国家队。英达在一次采访中说，如果别人给我一个称呼，我希望是英如迪他爸。英达做的最绝的一次是在2003年，巴图的爷爷英若诚老先生去世。然而作为亲孙子，巴图却是在电视上才听说这个消息。当他拿着花圈去送爷爷最后一程，没想到生父英达不仅当场怒斥巴图，你早已不是英家人，还来这干什么？然后更是丝毫不顾情面，将巴图直接赶出了爷爷的葬礼。而巴图在宋丹丹和丈夫赵玉吉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。2010年，宋丹丹在演出的都市剧《李春天的春天》里也推荐了儿子巴图出演，而1983年出生的女演员王博谷也参与了演出。王博谷比巴图大7岁，虽然巴图的家庭优越，但他在童年时很少与他人交流，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个爽朗的北京女孩。2017年，王博谷和巴图结婚，婚后育有2子。大儿子宋一鸣8岁，小儿子宋一潇5岁。王博谷主动提议让孩子随宋姓，说宋丹丹才是这个家真正的顶梁柱。而巴图个人短视频平台粉丝已突破1200万，单场直播带货最高纪录2.8亿，是绝对的带货达人。巴图近期直播数据暴涨，5分钟带货278万单，创下个人纪录。有趣的是，其带货品类中，亲子互动玩具占比高达46%，远超其他品类。反观英达近期被拍到超市抢购特价商品，引发全网热议。英如迪的冰球比赛直播间同期数据仅为巴图的1/37。知情人爆料，英达曾通过多个渠道试图联系巴图，但均遭到没必要、无所谓、不至于的9字回应。在媒体平台上，巴图尔子随宋姓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2亿。一段亲情能走多远？从我爱我家到你不是英家人，从英达的沉默到巴图的无言拒绝，时间抹去了记忆，却没有修复伤痕。改姓反映的更多的是对宋丹丹母爱的回应。亲情和血缘，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，只有命运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东边的山坡上有2头牛啊，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， 母牛对公牛说你羞不羞啊，公牛说不羞不羞